你寒窗苦读10年，我温家倾尽全力，你生死关头，我拿命替你挡，你就这样报答我？谢廷玉，你敢背叛我，我要让你断子绝孙！姑奶奶，小姐在后花园撞见姑爷养了人，一气之下把姑爷给打了。好，打得好！走，去看看知雨，可不能让我家知雨受委屈了。知雨，咱们温家的女儿不受这委屈，立刻把她休了。姑姑，您别急。谢廷玉寒窗苦读10年，好不容易爬上首辅之位，我此时何离，岂不是把这滔天的权势拱手让给那个外室？他不仁，我便叫他此生再无香火传承的指望，让他在这首辅的位子上劳心劳力干一辈子，最后发现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只能冠我温家的姓。知雨，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10多年前，你姑父纳了一房小妾，我连夜卷了嫁妆，留下一封休书，那是京城头一遭女子休夫。后来我靠着一手算账本事和经商手腕，活得风生水起。我总告诉你，女人不依附男人也能活，爱情脏了就扔，别吃回头草。姑姑，我一直敬重你，你当年和离是因为你孤身一人毫无牵挂，可我不行。温家如今只剩一个空壳，父亲病重，3位兄长都在外放苦熬资历，我用了整整10年，耗尽了温家最后的人脉，才把谢廷玉推到当朝首辅的位置上。我要是现在甩手走人，明天谢廷玉就能名正言顺地把温家踩进泥里，换上那个外室的母族来替他效命。知雨，可是你这10年太苦了，你要守着一个背叛你的男人过一辈子，你不恶心吗？恶心？怎么不恶心？得知谢廷玉在城南烟水巷置办了宅子，养着那个叫苏念雪的江南女子的第一晚，我整宿没睡。10年来，我陪他走过科举舞弊的生死关头，陪他熬过党争清雅的至暗时刻，我的双手为了帮他挡下政敌的刺客，至今右手手腕在阴雨天连笔都握不稳。可他一朝登顶，位极人臣，转头就去寻了一朵解语花。姑姑，情爱这种东西我已经戒了，和离不过是图一时痛快，我要的是他谢廷玉这辈子活在我的股掌之中，死后连牌位都要看我温家的脸色。退朝！谢首辅真是百年难遇的端方君子，对发妻敬重有加。可不是，10年来后院连个通房都没有。知雨，今日内阁事多，回来晚了。是指产自江南桂花头油的味道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姑爷在科场案中被牵连，被关进大理寺监牢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备车去大理寺！遵命。官爷，求您开开门，让我看他一眼，就一眼。上头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快走！我记得父亲有位旧友，是刑部书中，姓周，他应该能通融。你快回府，把我所有的嫁妆取走，去州府求他帮忙，快去！拿去给牢头，他看了这个就会开门。快去吧，别让夫人等久了。官爷，这是刑部周大人的手书。进去吧，一炷香，别太久。廷玉，我来了，你怎么样？知雨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若我谢廷玉能活着出去，此生绝不负你；若为此事，让我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。那个誓言言犹在耳，可如今，夫君辛苦了。厨房炖了参汤，我亲手熬的，你趁热喝。这世上只有你最懂我，也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夫人，此药无色无味，连服数月便能终生绝嗣，太医也诊不出原理。当真？夫人放心，保管万无一失，
好，我要了。户部尚书空缺，陛下有意从地方提拔，你觉得谁更合适？我三哥在江南治水3年，政绩非寒。夫君若是顺水推舟举荐，陛下定会觉得你内举不避亲，光风夜月。还是你筹谋得当？那夫君早些歇息吧，明日还有早朝呢。知远，辛苦你了。提拔我三哥只是第一步。谢廷玉，你以为你在运筹帷幄，其实你只是我在朝堂上的一把刀罢了。查清楚了，这女人是个洛可秀才的女儿，家道中阔，被人卖进了扬州瘦马的调教班子。半年前，谢廷玉去江南巡视，他故意在画舫上弹错一首曲子，引得他注意，一来二去，就被他赎了身，悄悄养在京城外宅。最可气的是，谢廷玉居然还给他弄了个良家子的假身份，这摆明了是以后想接进府里当平妻。男人嘛，在高位待久了，就喜欢这种完全依附他、仰视他的菟丝花。我在谢廷玉面前是能与他并肩而立的谋士，我的强大会让他偶尔感到压抑。苏念雪不同，她只负责提供情绪价值，在他累的时候夸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那你要怎么做？直接带人去打砸抢？姑姑，直接找上门去，那是把谢廷玉推到他那边。谢廷玉这种人最重名声，他既然敢偷偷养，就是因为他不敢让我知道，不敢让政敌抓到把柄。他在等一个时机，那我就给他送一个时机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加贤惠，替他打理各种人情往来，替他写奏族，甚至主动帮他分担宗族里的繁杂琐事，让他越来越依赖我。再配上那碗美味的参汤，每日让他喝得一滴不剩。到时候谢廷玉久不去外宅，那位自然会不安，不安就会闹，这是人的本性。等着瞧吧，妙，那就等着看好戏吧。10几天了，他已经整整10多天没来过我这儿了。姑娘息怒，首府大人派人传话说，最近政务缠身，实在抽不开空。什么政务缠身？定是那个女人缠着玉郎不放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玉郎早早把我忘了。去，给我准备一身丫鬟的衣服。姑娘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听说相府后日要办重阳赏菊宴，我要亲自去见玉郎，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玉郎心尖上的人。温夫人真是治家有方，首府大人后院这般清静，军中独一份儿。可不是，夫人才是真正的贤内助。夫人操持家务，替我分忧，此生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夫君待我这般好，我自然也要替夫君分忧。前院有公文要处理，适配片刻。鱼儿上钩了，诸位慢用，我去看看膳房的汤羹好了没有。夫人，咱们这是要……别说话，等着看好戏。你怎么敢跑到这里来？玉郎，你10几天没来看我了，我一个人在外宅，我害怕，我只是想远远看你一眼。今日府里都是官眷，若是被知雨发现，你我都要惹大麻烦。快回去！玉郎，我不能走，我怀孕了。10年来，我和他一直无所处。夫人体质虚寒，难以受孕。夫君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此事怎能怪你？莫要自责。如今她终于有后了，偏偏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，怀孕了。她喝我的药已经1个半月，内药连服10日，此生绝育。所以这老来子到底是谁的种呢？10年来没有子嗣是她最大的心病。如今这块心病被一个外室填补，她自以为瞒天过海，成了这世上最圆满的男人。可她忘了，这府里从来就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。
今日夫人操劳，为我在同僚面前挣足了体面，我们喝些酒庆祝庆祝。夫君有心了。知遇，太医说你身子寒难有孕，那我们便不要孩子。我谢廷玉有你一人，便胜过这世间万千。知遇，今日宴席上，我看李侍郎家的2个小孙子十分可爱。我们膝下空虚，不如从宗族里过继一个孩子，也好承欢膝下，替你解闷。夫君说的对，我身子不争气，不能让谢家绝后。过一宗族的孩子，终究隔着一层肚皮。若是有清白人家的女子，能为夫君留下一丝血脉，去母留子，养在我膝下，才是最好的。知遇，不可！我谢廷玉发过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若是真要别的女子生子，岂不是委屈了你？夫君是当朝首辅，无数双眼睛盯着，无后便是你最大的软肋。为了夫君的仕途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知遇，你事事为我打算。你放心，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那孩子也只是你的骨肉。至于生母，我绝不会让她踏进谢家大门半步。夫君早些安置。今日宴席上各家送来的礼单还没整理，我去整理整理。知遇，你总是这般周到，辛苦你了。只可惜你要接回来的原本就不是你的骨肉，你想去母留子，我偏要他们母子双全，让他们全虚全伪地留在这座华丽的首府府邸里。查清楚了，那苏念雪在外宅并不老实，谢廷玉10天半个月才去一次，他耐不住寂寞，和外宅里的一个年轻护金搞到了一起。那护院叫赵冲，是个会讨女人欢心的市井无赖。苏念雪怀孕的时间，正好是谢廷玉离京去苏州巡查的那几日。谢廷玉自诩聪明绝顶，结果被人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还巴巴的当成谢家的金疙瘩。这人留着，大有用处。姑姑，你拿我的对牌去一趟城南，买通那个给苏念雪看诊的大夫。不管苏念雪怀的是男是女，都让大夫咬死了。她怀的是个男胎，而且胎气不稳，需要名贵药材静养，更不能受惊吓。你想让她借着保胎的名头登堂入室，放在外面，我怎么能好好照顾她呢？我要让谢廷玉亲自开口，把她接进府里来。去，到城南医馆买几本关于安泰的医书回来，快！是大人。胎气不稳，若真出了什么岔子，我谢家的香火岂不是断了？不行，放在外宅实在无法安心，必须想个2全其美的法子。何人叩门？知遇，是我。夫君半夜前来，所为何事？进屋说吧。知遇，我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早年我受恩师提携，恩师有一远方侄女，近日流落京城。她是个苦命人，腹中有了身孕，却遭夫家抛弃。我想着，我们既然需要一个孩子，不如将她接进府中安置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便记在你的名下。也算全了我报恩的心愿。多完美的借口，将外室包装成恩师的远亲，既洗白了身份，还给自己套上了一个重情重义的光环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既是夫君恩师的后人，自当接进府里好生照料，岂能让他流落街头？你答应了？明日我便让管家收拾出最向阳的春锦阁，派几个得力的嬷嬷去接人。知遇，你真是我的贤妻，此生能娶你，是我谢廷玉莫大的福气。表妹苏氏见过夫人。这就是让谢廷玉神魂颠倒的女人，看她一眼，我都觉得肤浅至极。知遇，表妹身子重，你看这。夫君急什么？我只是在看表妹生的标志，日后生下的孩子
定然也好看。去，把东西取来。春景阁已经备好了，库房里新进的血燕，每日挑最好的炖给表妹吃。缺什么，只管打发人来说，全当自己家。多谢夫人，夫人大恩大德，聂雪没齿难忘。行了，表妹舟车劳顿，想必也累了，回去好生歇息吧。是，多谢夫人体恤，妾身告退。传闻首府夫人手段如何厉害，原来也不过是个软弱好拿捏的泥菩萨。这首府府早晚是我的天下。知雨，你今日对表妹如此体贴入微，我真是不知该如何报答你。你受委屈了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夫君言重了，我还要核对年末的账册，事关重大。夫君今夜就去书房歇息吧。好，你别太劳累，我这就不打扰你了。夫人，那春锦楼的算个什么东西？今日嫌弃燕窝不够浓稠，明日要吃城南的八宝鸭，变着法儿的折腾。如今更是得寸进尺，竟敢开口索要您陪嫁里的一匹云锦，那可是进贡的料子，一年只出10匹啊！他什么身份，也敢肖想您的嫁妆？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1匹云锦罢了，给他送去。另外再搭上2盒东珠。夫人，东珠也是御赐的，告诉他是首府大人赏的。是，去吧。捧杀就要做得彻彻底底，他要张扬就让他张扬，要铺张浪费就让他铺张浪费。谢廷玉那点清流名声，正好借他的手，一点点拖进泥潭。高明。谢廷玉把那个票制文书给你看了，他为了安抚我，怕我因为外事的事儿闹，正好方便我做事，他就没发现什么。他太自信了，10年来我从没出过错，他早就习惯了只看结果不看过程。那些送进内阁的折子里加了什么私货，他根本不知道。我三哥温之涵已经顺利补上了户部尚书的实缺，他还提拔了2位门生，分别安插进了兵部和刑部。你倒是一点不手软。至于谢廷玉原先那几个心腹，借着整顿吏治的名义，明升暗降，调离京城，理由我都拟好了，合情合理。他还在忙着当爹，怕是做梦都想不到，他的首辅之位还在，可脚下的金石已经全换成了我温家的人。恭喜首府大人，贺喜首府大人，迈向玄丝华丽，是个男胎。好，重重有赏。可真是恭喜我的好夫君，就要为别人养一个好大胖小子了。希望你将来知道真相时，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知雨，既然是个男孩，我想等孩子生下来，便向陛下上折子，将表妹抬为平妻，这样孩子便能名正言顺地记在谢家族谱的嫡系上，以后也能入朝为官，继承我的衣钵。谢廷玉，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誓言？知雨，都怪我无用，让你受这等苦。你别这样，我不怪你。知雨，若有朝一日我能富甲一方，绝不让任何人分走我对你的一丝一毫敬重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！夫君考虑的极是。你同意了？不过，抬平妻需要族中肃老点头，更需要朝中无人弹劾。这段日子，夫君还是低调些为好。折子我替你先拟着，等孩子平安落地，再递上去也不迟。得妻如你，谢某3生有幸。知雨，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。姑姑，那个叫赵冲的护院，是时候该动一动了。怎么安排？马上就是年关，府里正好借口缺人手，把他安排进府，就在春景阁外院做个粗使杂役。明白，就让他们这对鸳鸯在谢守死的眼皮子底下再续前缘。
首府大人提拔的几位新晋官员政绩卓著，陛下今日在朝堂上连连加冕，大人真乃国之栋梁，我等敬佩万分。为陛下分忧，乃是本官分内之事。诸位同僚谬赞了。权倾朝野，后继有人，嫡妻贤德，娇妾柔顺。我谢廷玉苦熬半生，终于登上了人生的最顶峰。慢走，慢走。大人，您慢点儿。走，去夫人那儿。知宇，等这孩子生下来，我就给他取名叫程烨，承袭我谢家100年基业，也承袭你我夫妻这10年的心血。这是我让人从西域寻来的暖玉，雕的是比翼鸟。知宇，我对你的心永远不变。他只是个意外，你才是我唯一的妻。知宇，我把唯一的玉佩当了，给你换了苏劳，快趁热吃。等我以后做了大官，我一定会给你买这世上最好最贵的玉。夫君醉了，早些歇息吧。那碗参汤，你已经喝了整整半年。太医前几日来请平安脉，暗示我你的身体已经有些虚耗过度、子嗣艰难的征兆。你自己也察觉到了吧？房事上力不从心。可你以为是政务劳累所致，加上那个外物有孕在身，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修身养性的状态。可是你不知道，你的根已经彻底烂透了。玉郎，听说府里过几日要办堂会，请的是京城最好的戏班子。我整日闷在这外宅，闷也闷死了，让我也去瞧瞧热闹嘛。你身子重，堂会上人多眼杂。不会的，我就远远坐着听个香，绝不乱走。你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冷清清的院子里？好了好了，依你，不过只能在2楼雅座，不许下楼，不许往人堆里去。玉郎最疼我了。上钩了。诸位夫人且坐，我去看看表妹，她那胎大意不得，我实在有些放心不下。嘘，小没良心的，这么快就把哥哥忘了？你轻点，别碰着我的肚子。大人，苏姑娘身子突然不适，请您快去看看。适配。怕什么？反正这肚子里装的也是我的孩子。等这孩子生下来，当了谢家的少爷，以后这偌大的首府府还不都是咱们的？谢廷玉那个老男人，要不是为了他的权势，我才懒得理他。来了。原来这一切全是一场骗局，一场惊天大局！无耻之徒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把你们千刀万剐！现在我要杀了你们！廷玉，你听我说，求求你，把这2人拖下去。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们。知宇，我只有你了，是为夫错了，为夫瞎了眼，被那女人蒙蔽。我谢廷玉发誓，此生绝不再看别的女人一眼，我只要你。我们过一孩子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夫君说笑了。夫君，
最近身子可是有些不适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子嗣了。你还想着过继？族中长老怎会将孩子过继给一个绝嗣之人？是你，已经要绝我的后！孽畜！我要杀了你！这就受不了了。还有一个秘密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我。你不是事务繁忙吗？内河票拟之权已由我三哥全权取代，兵部、刑部、户部也都换成了我温家的人。你那些心腹，去年经察时就被我明升暗降，调离了京城。如此一来，夫君便不用整日操劳了。怎么，我体贴吧？这半年你在春景阁流连忘返，我可是兢兢业业替你打理着一切。如今好了，夫君坐在首辅位子上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便可安享清闲，做个逍遥的首辅。温之羽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谢廷玉，我给过你机会的。大理寺监牢内面的那个大雪天，说此生绝不负我，可你亲手把那个满眼都是你的温之羽杀了。听说了吗？首辅大人中风了，下半身全瘫了，再也下不了床。真的假的？太医说是受了风寒，陛下体恤赐了恩养，首辅的虚衔还挂着，可实权怎么了？全转到温家手里了。如今这府里里里外外都是温家的人，那位首辅大人怕是连只蚂蚁都指挥不动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嘘，有人来了，快走！之羽，我错了，杀了我吧。夫君好好养病，大夫说了，你这身子靠着百年人参养着，活个20的不成问题。你可要长命百岁的看着温家是如何烈火烹油，而你谢家又是如何断子绝孙的。对了，那对恩爱鸳鸯后来的事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都是你，老子被你害惨了！你还有脸说？不是你曲意亲近我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？曲意亲近你，你自个儿送上门来的。在外宅的时候，是谁天天缠着老子？张冲，你别想甩了我！我走了。你如果敢甩了我，我就去告诉谢廷玉，你在他的餐汤里动了手脚，想害他瘫痪，以便你之后霸占家产。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喂，别装了，起来，死了！来人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没气儿了！我管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先动手的，是他。赵冲，你涉嫌杀人，跟我们走！我没杀人，是他先动手的，是他拿刀子刺我。这些话留着跟县太爷说去吧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草民赵冲。赵冲，你与那苏念雪因奸情败露，被首辅大人赶出府门，之后在巷口发生争执，扭打中你将人推倒致死，可有此事？草民冤枉！是他先动手拿簪子刺草民，草民只是推了一下，他就撞上10吨了。草民不是故意的。斗殴致人殒命，罪不可赦。赵冲收监重牢，终生囚禁，退堂。冤枉，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走。作孽呀！听说跟首辅府那桩丑事有关，真是造孽。小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失手伤害了个女人。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这个怕是撑不住了，反正也是要死的人，早晚的事。没戏了，拖出去，扔到乱葬岗！原本想着放他们一马，可天意弄人，或许这就是恶有恶报吧。你好好养病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知雨，你快乐吗？快乐太奢侈了，姑姑，但我很安心。权势握在自己手里，比握在男人手里稳当得多。这首辅府的天，从今以后只能姓温了。